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哎呀，谢谢医生啊。慢点。爸爸，要不是你，我和妈妈都感激你。阿贵，该送丹丹上学了吧？啊，是啊。丹丹呢？她在她房间里呢。妈妈，丹丹，你该上学了吧？那你喂爸爸吃早餐。妈妈，你都批准爸爸住到家里来了，爸爸受伤了，胳膊抬不起来，你给他喂饭吧。好了，都是你。宝贝儿，一定要注意安全，要警惕傅周林，知道吗？妈妈，我知道了。你们也是啊，千万要小心，不能出差错。去吧，放心吧，放心吧。妈妈再见。小慧，你要是为难，觉得别扭，就别喂了。反正我现在还不饿，等阿贵回来再吃。有什么别扭的？又不是没喂过。丹丹说得好，你为了我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喂饭算什么呢？怎么了？这伤值啊！我觉得我遗失的亲情，被人疼、被人爱的感觉又回来了。真的。你别多想，我们现在是朋友。小慧，朋友，17年以前咱们也是朋友啊。这一晃，不是也做了17年夫妻了吗？啊？哎，我觉得我就没怎么病过啊。我记得，新婚后有一次我发烧，40多度，是吧？你就是这样，给我喂饭、喂药，是不是？你记不记得呀？记得。小慧，复婚吧，啊？我还不能原谅你。为什么呀？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这一身伤，你不都看见了吗？原来你是为了表现你自己啊！小慧，那你是真冤枉我了。什么表现呀？我这是出于本能啊。我跟丹丹，我们有血缘，那对你，就是爱的本能啊。可是我还不能忘记你背叛我的时候，我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那种痛是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你真的不能原谅我一次啊？至少现在不行。那就是以后可以原谅，是吗？不知道。把早饭吃完吧，身体养好了最重要。有比这更重要的。小慧，我觉得你应该发我一把你这别墅的大门钥匙了吧？哎，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那傅周林绝对不会放弃，对吧？那危险还时时刻刻威胁着你，威胁着丹丹。我这真是出于对你们的安全考虑。我是丹丹爸爸，行吗？好吧。真的啊？哎，你躺好了。真的。那我这都不疼了，这。什么？吊灯掉下来了，砸着人没有？坐下，坐下。哦，赵子健受伤了。吊灯为什么会掉下来？豆腐渣工程吗？是怀疑有人把螺丝拧松了。不会吧？怎么像是拍悬疑片啊？何小慧的别墅壁垒森严，蚂蚁都进不去，别说是找个人进去把吊灯的螺丝弄松了。我说你脑子不够使啊！装修的时候可以进去吗？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个体育老师？我也觉得奇怪呀。这个何小慧和体育老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威胁何小慧的安全呢？那为什么不报警呢？干得比专业的还天衣无缝，不是一般人呢。你是说，这个人和何小慧有深仇大恨？现场目击不是有什么阿贵、安澜吗？他们现在跟何小慧一样，都不愿说。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体育老师和何小慧之间的恩怨，一点没有办法挖出来。没有。那我写，题目就叫“大明星家怪事连篇”。不刺激。你先等等。为什么不接我的手机？出去！你就不给我一次机会？你出去！我是来赎罪的。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素材，是何小慧的，而且是英雄救美，前夫前妻之间爱情重生的故事，很有曝光率。
我没有兴趣。我请你，你讲个卡布奇诺，什么都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呢？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你知道，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做侦探闯虎穴，而且我是独子，我们那里的独子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你是不可以被原谅的。作为一个记者，你连起码的道德底线你都没有。你出去。谢谢。这是我赵子健未来生活的通行证。我越来越有希望了，啊！行了，把钥匙保管好，表现不好随时收回。不可能，我不会给你这机会的。我会用实际行动来感动你。赵哥，祝贺你终于拿到了大门的钥匙。祝贺赵哥，谢谢你们支持我。主要是您表现好。你最近特别男人。不，简直就是英雄！你推倒何姐和丹丹，吊灯砸下来那会儿，哇，简直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有智慧，有胆量，有忠诚，是新好男人形象。哎，那你们得赶紧劝劝小慧和我这个新好男人复婚啊！赵哥，你要继续努力啊！我一定努力，但是你们得在暗中给我加油。我们一定为你加油。赵哥，我们为你加油。子健，你身体还没好彻底呢。没事儿啊，我得尽快的适应。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家庭，保卫女儿，保卫妻子。错了，是保卫前妻。锻炼。哎呀！哎！哎！哎！你怎么了，子健？啊？弄死他！出什么事儿了？
王八蛋！打死你个狗日的！要说暴力，你不是对手。搞女人你比我强。少废话！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听好了，离我老婆女儿远点儿。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在我们家别墅附近转悠，拿着个破望远镜，我就饶不了你。我给你更正一下，你前妻，那是你前妻的别墅。少废话！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你给我离开东海，不走你就会后悔的。我有办法让你走。你凭什么让我离开？我怎么了？你还有办法让我走？你怎么了？你个王八蛋！你在伤害我老婆和我女儿。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诬陷，诬陷也要负法律责任。你记住了，就3天时间，你给我听好了啊！喂，是我，傅周林个王八蛋。这么着吧，按你说的办，3天之内，你帮我把他赶出东海，让他永远都不敢回来。这么晚还没睡？你气势汹汹的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没去哪儿。傅周林，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出来，我们大家商量呀。你就别管了，我会处理的。你可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啊！我说你别管了，行不行啊？我会处理，我是男人。你们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这个城市！我住在这儿。限你3天时间，滚！凭什么？我就住在这儿。
110吗？我被3个人袭击了，跑掉了一个。他们3个人打你一个，3个人没打过一个。我说，他还报了警啊，带走了2个。你找的这都什么人呢？行，我知道了。哎，谢谢啊。哎，怎么了？没事儿。你要出去啊？你今天晚上不住这儿了？我回去住。啊，对了，提醒安兰和阿贵啊，每隔1个小时要去监控室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背着我呀？我说的是傅周林的事情，其他的我不管。没事儿，放心吧，好好睡觉。董事长，谢谢。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好，一直没来上班。导师挺想念董事长的。家里有点事儿。董事长又结婚了，怎么没听说呀？前妻的家。董事长真是心好男人，离了婚还要帮着前妻。进来。赵董事长，咱们公司前台来了几个警察，说是要见你。你涉嫌雇凶打人，造成被害重伤，扰乱社会秩序。现在我们对你进行刑事拘留，而且我们要查你是不是涉黑。这几个打人者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成员。你的这张拘留证上签字。我要见我的律师。你一个堂堂正正的生意人，著名的广告商人，又是社会名流，你怎么会去找几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成员来干打人这事儿呢？是一时糊涂。这次这事儿啊，是我办错了。是我一个朋友出于好意，他想帮我，他看着我这么痛苦，他就提出来他找人把这事儿给摆平。我是出于对我的前妻和我女儿安全出发，我就接受他的意见了。那几个人也是我朋友通过别人介绍来的，谁知道他们是什么黑社会啊？还有前科。你知道这傅周林他一直在骚扰我的家庭安全，他对我全家都进行骚扰。前2天，我在家里看见他拿一望远镜在偷窥我们家，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下决心要收拾他。谁想到啊？我也想不到啊。傅周林现在躺在医院里，我听公安局的人说，他老是说头疼头疼。那他是装的，装模作样，他想取得警察对他的同情。就这些原因你打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雷律师，那些事情我都咨询过你啊，我现在找不到证据啊。这傅周林1年前就来到本市了，我甚至认为啊，他20多年的大牢一直在谋划怎么报复何小慧和我们全家。这个傅周林坐了20年的牢，20年可是重罪啊！当年傅周林犯了什么罪，你得告诉我，我得知道事情的全部内容，你不能对你的律师隐瞒。
算了，这傅周林坐牢的事儿，你就别问了。你这样，我怎么帮你和司法机关讨价还价呢？人家公安机关可能要拘留你。拘留我？拘留多长时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那要等到傅周林的伤鉴定完了之后再说。公安局正在查你是不是涉黑。涉黑？什么黑社会啊？3个人打不过1个人啊！那傅周林都快50岁了。这傅周林，他身子的肌肉一块一块的，我见过，身体很棒的。雷律师，我现在就是要求你把我尽快的弄出去，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我怕我在这儿的时候啊，那个傅周林趁机伤害我的前妻和我女儿。这个傅周林，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们呢？行了，这事儿你就别问了。那么，你的那件潜规则的案件还在中级。传说一时莫须有的绑架事件，甚至片场的子弹事件，也许是一个事故。而且何小慧的前夫近日又进了看守所，罪名是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殴打他人。哎，先生怎么戴口罩呢？啊，我最近有点感冒。啊，是这样，这是一对新婚夫妇的房子。他们移民去了欧洲，月租7000，怎么样？行。啊，随便看看。So I met John at the read-through. I think that's the first time I ever met John. And you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be. I go there. The film does feel very sexual and sort of intensely sexual, even though it's not graphically sexual, because there's a sort of feeling of reality to these sex scenes, and also that they're not being performed for... Yes? Well, Tom and Timmy are alive. Kim was going to approach those scenes. I mean, again, I wasn't going to... In your imagination. Ruth, the little girl, played by Elle Fanning, is in fact the widow in the novel's title, A Widow for 1 Year. She is the subject of the entire book. I go there. The film does feel very sexual and sort of intensely sexual, even though it's not.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要判多少年？我想爸爸了。爸爸扑倒我们的事情，一直让我很感动。妈妈，你救救爸爸！你救救爸爸！你爸爸都是为了我们2个。你爸爸的事情不严重，很快就会放出来的，你放心吧。我跟你爸爸说过，让他不要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来对付傅周林，可他就是不听。现在他犯了法，傅周林一定在暗地里高兴。这个家伙这么坏，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怎么对付我，所以我们一不谨慎就会中他的招。那么，我们就这么等着他的报复？妈妈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反击的。这个最好的机会，
就是一旦抓住傅周林，他威胁、伤害、骚扰我们家里人的证据，我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再一次的把他送进监狱。审判傅周林那天，我一定要去法庭，亲眼看着他被法警戴上手铐押走。会的，妈妈一定带你去。爸爸最近表现很好，你觉得呢？你为什么不和爸爸复婚？我希望你能原谅他，和他复婚。你还小，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们之间没有爱情吗？有过。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呢？那你就原谅他一次，你们再次产生爱情不行吗？孩子，爱情不是自来水龙头，一拧就来。爱情得培养，爱情得等待，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想看到你和爸爸复婚。爸爸现在真是爱你啊，也爱我啊。你看，为了咱们俩都进了拘留所，多可怜啊！那个傅周林那么坏，原来他对我都是假惺惺的，是为了通过我掌握了解你，简直是太可怕了。不怕，只要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就怕是一盘散沙。妈妈，我们团结起来，打败他。是你啊！你脸怎么了？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随便来找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最后你关机了，所以我就在这等你了。你到哪里去了？你赶快回家吧，我们电话联系。不，我要跟你上去，我有事情要跟你说。你要谈什么？你这么晚了跑到这儿来，让狗仔队看见了可不得了。你怎么一点理智都没有呢？你看什么？不就是跟人打了一架吗？赵子健为什么要打你？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哎，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你说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也一直分析这个问题。可能是赵子健发现我们两个人的来往，因为我支持你，所以他打我。没那么简单。对，媒体一直在说什么体育老师，你是体育老师，你到底做了什么？可能是赵子健用秘密的方式，掌握了我在背后支持你的事情，尤其是经济援助的事情。不可能，我们一直都是很隐秘、很隐蔽的，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还是觉得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你在隐瞒我什么？你胡思乱想什么？你把官司打赢了就是胜利，就是捍卫你陆潇潇的尊严。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你先快回去吧，回去吧。你再不要问为什么，啊，回去吧，回去吧。你不要赶我走。他找人打你，你看现在，你到现在为止脸上都是肿的。我没事。你疼吗？
你回去吧。我不想回去，为什么要赶我走呢？我在网上看见你被打，我心里难受。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更加的难受。行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回去好吗？免得被别人发现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可以照顾你。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为什么？我习惯了。你看你这里一点女人的气息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找个女人呢？我比你小那么多，我哪一点配不上你？让我留在这里照顾你吧，这样子我们可以省掉1个月2000的房租。我会洗衣服、做饭，还有打扫卫生。我保证每天家里都是干干净净的，让你每天都吃上热乎乎、香喷喷的饭菜，好吗？让我做你的女人吧。你要是喜欢女孩或是男孩，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可以给你生。答应我吧，你要是答应我了，我明天就来这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官司结局呢？官司和我们的关系并不矛盾呀。你赶快走，你快走吧。我说过了，我一个人几10年，我现在习惯一个人了，我不想让另外一个人闯进我的生活。妈妈都不见半个月了，她去哪儿了？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女儿啊，别哭了，你爸爸这不正找你妈呢吗？急死了啊！别哭了啊！马张丽，你要认真回答叔叔问你的每一个问题，好吗？好。你父亲和母亲最近有没有什么矛盾发生？没有。你妈妈在失踪前的情绪是不是有些不大好？没有，我妈妈那天高高兴兴上班去了。那你妈妈和邻居之间最近有没有什么矛盾发生，比如吵架之类的事情？也没有。那你妈妈失踪前，在你的身上发没发现过什么特殊的情况？什么特殊的事情？比如你很长时间都忘不了的事情。没有。有没有记者采访过你？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有。这样吧，我来总结一下。我受马丽宁和我们所有亲属的委托，询问了一个社会心理医生，他是个专家，而且知名度很高。刚才我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专家叫我必须问。如果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专家对马张丽的母亲崔丽芬失踪的结论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分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特别浮躁，往往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容易离家出走。你想，马张丽的母亲崔丽芬是个保洁工，谁都没有得罪过，怎么可能会遭到打击报复呢？没有理由啊，就是因为太浮躁。专家还举例说明了，你比如说，买股票，股票大跌容易离家出走；夫妻之间吃喝吵架容易离家出走；家务繁忙重复容易离家出走；对家庭婚姻没有细心，也有可能离家出走。现在社会上的选择率机会很多，一个人如果往往有一技之长，就会隐姓埋名的在另一个城市生存下去。哎，你这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我们家崔丽芬到底哪种原因失踪了？都有可能啊，但是我还是相信专家的话，她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她现在啊是对这个环境厌烦了，
想换一个新的活法而已。那么也许有一天他对新的环境、活法又厌烦了，他也许就回来了吗？你干什么呀？没睁眼睛呢？对不起，小叶子。你干什么去啊？我去库房打扫卫生。你打扫卫生还带着水和面包啊？啊，我干累了就喝点水，吃点面包。我先去了。